品的啊。这个纸刚刚讲了，这个纸是一个60乘80的纸，我们还是一样稍微大一点点的，你们找不准地方，你还是一样可以对折一下，找到我们想要画花的位置。其实你们大概就可以了，不一定说一定要跟我画的那个花是一模一样的位置哦，不一定说一定要一模一样的位置哦。好，这朵花我们就画的这个位置，画的这个位置。好，我们的这个笔上刚刚洗了一下啊，洗了一下，把这个底色再调一下，因为底色它会有一点沉淀。我们调完之后，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。今天画一幅这个二乔的作品，有一点山石。好，我们调色，把这个牡丹红均匀的调一层在笔的1/2的地方。我们先开始画的是浅色部分呢，这朵二乔的浅色部分，所以调色的时候，均匀的调一层在笔的1/2的地方啊，慢慢的、淡淡的晕上来，淡淡的一层晕上来，淡淡的一层，不要太深了。笔尖沾一点点曙红，笔尖沾一点点曙红。好，我们可以开始画一朵花在这里。这朵花是朝一个左上的，朝一个左上。好，第一朵这个花瓣我们就从这里开始画了。我们开始画一个背面朝我们的这个反瓣啊，背面朝我们的这个反瓣，我们可以几笔来画完，让这个花瓣不要画得太圆太均匀。这一个花瓣啊，画了一个之后，我们旁边再来一个，接着来一个侧瓣，接着来一个侧面朝我们的这个反瓣，侧瓣就是按下去提起来，然后再按下去再提起来，再往后拖一下，这样子画一个侧面朝我们的这个反瓣。好，我们再继续补充一点颜色，笔尖要留一点点深色，啊。有的时候你不加这个曙红也可以，你让这个牡丹红在笔尖上留一点深的也可以。然后我们这里再加一层这个花瓣，一样的这个背面朝我们的这个反瓣，一样的这样子加一层。加一层的时候，我们这一层可以不要那么宽啊，不要那么宽，窄一点，你可以直接这么去点一下它。好，这个是一样的，是背面朝我们的这个反瓣，我们让它这个花瓣上面再来一层。好，这个侧面朝我们的这个反瓣，加一点笔尖加一点点深色，侧面朝我们这个反瓣，这里有一个，然后这里再来一个，这一边两边都会有这个侧面朝我们的反瓣，然后只是我们画的时候不要画的都一样，就是画的要有区别。你看这一个花瓣我们画的是前面这一笔大，后面越来越小，这一笔是中间比较大，所以我们要画的时候注意这个花瓣的这个姿态，不要都画成一样的，要有区别。这里一些小的。好，这个侧面朝我们的反瓣，我们是两边都要有。这里我们可以画一个小的侧瓣，画一个小的侧瓣我们直接来补充它的一个正面的花瓣。这里来这样子一个小的花瓣，然后这边再来一层。
这里混合在一起。好，继续补充颜色，继续补充颜色。笔上没有颜色，我们就补充一点颜色啊。然后还是一样的，继续有这个侧面朝我们的这个反半，这个花心大概就在这个位置啊，花心大概在这个位置。好，我们还是再画一些，这两边都有侧面朝我们的这个反半啊。按下去提起来，然后再按下去再提起来，往后拖一点，拖出一个侧面朝我们的这个反半。好，现在这个笔上没有这个底色了，没有底色，我们要沾一下底色。用这个笔肚沾一点底色。好，这边继续补充这种小的花瓣啊。这个小的里面，我们补成一个小的细节。好，我们再来补一个，我们让这个花瓣穿过来，穿过这里一个小的侧瓣，这里来一个侧瓣，从这里直接穿过来，这种感觉。好，这里来一些小的，这个大花瓣旁边要有一些小的碎瓣去组合。好，这些是浅色的部分，我们这边的浅色我们就画这么多，然后我们画这边上面这一部分，上面这一部分它的颜色会更浅，慢慢的会更浅，这上面部分我们会画虚一点，让这整朵花有一个虚实的一个变化。好，继续来一些正反半的一些组合啊，继续来一些正反半的组合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笔这个正反半我们可以再画小一点，不要跟这个一样大，让它有区别。这里一个，然后我们里面还可以再来一个层次，再来一个小的，更小的，小的里面还有更小的这种花瓣，让它层次显得特别丰富。好，我们可以往这边，不一定说全部往那一边。像这些比较浅的啊，颜色越来越浅了。好，这个里面继续叠加。好，这个比较浅的，颜色越来越浅。我们现在笔上又干了，干了之后，我们又这样子用这个笔肚去蘸一点。好，我们现在这一半我们不要加太多颜色，我们就加一点点这个牡丹红就可以了，加一点牡丹红就可以了。哎，这边我们有一点点要深一点点哈，要深一点点。这里来一个小的，来一层。这一笔有一点点颜色没有调匀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一点点颜色没有调匀都能看出来，所以你们一定要把颜色调匀。颜色调匀是
最重要的是把颜色调匀。好，这个花瓣越来越浅了啊，但是我们要有这个花瓣要有这个大小的这种变化。有的时候非常浅的地方，我们不管它是正瓣还是反瓣了，就是它都是比较虚的地方，比较虚。像我们这些地方直接这么去点，现在笔上干了，我们沾一点底色，笔上干了，这样沾一点底色。我们一朵花里面一定要有虚实的这种变化，这朵花才好看。好，这里来一个长出来的，这边也是一样，来一个，我们点出来，不要让它所有的花瓣都太齐了，太整齐了。好，这下面来加一点点花瓣，下面我们可以稍微的有一点点深一点点的，当然下面我们还要留一个地方，到时候要画这个深色的花瓣啊。好，这里可以加多一点细节，让它这个层次感特别丰富。加一层又来一层，增添它的一个层次感。好，我们就加这么多，到时候这里会加一个大的花瓣，我们大的花瓣会有颜色会不一样，不要我们整朵花这个颜色的层次一定要把控好，这样子画出来这个花它才会更加灵动。好，我们这里可以加一下这个小花瓣、小碎瓣啊。好，这个最深的地方我们用深一点的。好，我们这些有一些地方这个飞白太多了，我们可以加一点深色的。好，先这样子，我们浅色部分就画这么多，然后我们现在再画这个深色部分的这个花瓣呢。其他的这朵花，其他地方都是画比较深的颜色。好，我们画深色的部分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多加颜色了。我们可以不用加底色，这个时候我想让深色的更深，就可以不用加底色，明白吗？不用加底色，就是笔上的底色，你可以不用洗掉，你可以。如果笔上干了，你直接加一点水，让笔上有一点底色，留一点底色，然后又感觉又有，感觉又没有的这种感觉就可以了，不用洗掉原先的这种底色，还是留在上面。好，我们颜色现在要调深一点了，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多调颜色啊，把这个牡丹红厚厚的调一层在这个笔肚，要慢慢的调，不要一下子调进去，我们要慢慢的让它吸进我们的这个笔肚里面，让它从由深到浅的这种变化。好，然后再调一点这个曙红，把曙红调到笔的1/3啊，1/3就可以了，稍微的调一点就可以了。我1/3也只是说一个大概的啊，
调一点曙红，然后调一丁点这个胭脂哦，一丁点胭脂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从这个中心的这个地方开始画，我们开始先还是画一些所有的反瓣，你们从哪里开始画都可以，也可以从这里开始画都没关系，从这里开始画也可以，可以从这个下面开始画也行。这个花就是看你们想从哪里画就可以从哪里画。我们还是先这两边的还是一些这个反瓣啊，两边还是有很多这种侧瓣。那我们先画一个大的一个侧瓣啊，从这里开始画，带一点勾，按下去提起来，然后再按下去再拖出来，这样子画一个大的这个侧瓣啊。这边我们直接画一个大的侧瓣，让它这样子这样子伸展开来，直接这样子伸展开来，然后我们继续加一点颜色，笔上继续加一点颜色。那么这个侧瓣肯定不止一个，那这里还会有很多这个层次嘛，还有很多这个层次，那么这里再来加这个层次，让这个侧瓣跟这里重叠，跟这个瓣重叠起来，还有侧瓣，那这个侧瓣就会小一点。我们让这个侧瓣有各种不同的这种侧瓣，有大小不一样的这个侧瓣啊。那这个会有一个更小一点的，那有一个更小一点的啊，让它有大小的这种变化。那这更小一点，我们来一个跟它对折的，让它有区别，不要每一个花瓣都是一样的啊。有正反瓣，我像这样子慢慢的去解析，大家才可以看得清楚。然后我们这边再来一个，反瓣，我们这样子来一个，又这样子反过来的，让它有正有反，这样子去组合。好，现在这个笔上有点干了，我们又可以加一点水了，这个用笔肚上加一点点水进来啊。不要加太多了，水分太大了，你们可能掌控不好这个水分。好，我们画这个侧面的，继续来这个侧面的这些花瓣。我们侧面还可以这边，我们可以从这边画到这里来，这里再画一些，反正这一边都是一些比较侧面的这种花瓣。这里可以来一个，按下去提起来，然后再按下去再提起来，这样子来一个。侧瓣我们可以拉长一点，也可以短一点，都没关系。有大有小，有变化，这里来一个大的，然后会有一些小的。那我们又可以往这边，不要我们的花瓣每一个花瓣都是排齐，不要排队，我们尽量不要排队。好，我们来画一个正对着它的，让它有两个方向的这种侧瓣的都有，不要都是一个方向的。好，我们这边可以下面来一个大的，稍微大一点的，我们就多加一点这个颜色啊，把颜色加饱满一些，调上一点，把颜色调上一点。我们画的这个花瓣比较大一点，的时候你就把颜色调上一点，就是调到笔的2/3。就是有人问我究竟什么时候调到1/3、2/3，就是你看你的花瓣的大小呀。那这里来一个我们之前有示范过的那种下面翻转过来的这个侧瓣，那我们一样的带一点勾，按下去提起来，然后再按下去再提起来，这样子画一个大的这个侧瓣。这个大的这个翻转过来的这种花瓣可以跟这个花瓣挨着吧，带一点点这个姿态，
有的时候一笔可能掌握不好，画的没那么完美，你们可以加一下也可以啊。好，这些都是一些反半、侧半，还有继续，这上面继续加。我们先开始都是把这些侧半都加上啊。现在笔上又干了，基本上画这个大花瓣笔很容易就干了，很容易就会干掉了。好，来继续，加了水之后，我们继续补充颜色，水分不要太多了，当你觉得水分太大了，你可以在旁边的废纸上这样子把这个水分沾掉一点点，避免水分太多了，你们掌控不好这个笔上的这个水分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画的是二条的深色部分，所以我们的颜色要多调一点，颜色要调饱满，然后调曙红，笔尖蘸一点点胭脂。还是一样的画这个反半啊，把所有的反半都画完。这个反半有大有小，各种各样姿态的这种反半，你看有这种各种姿态的这种反半，各种朝向的这种反半。所以这个花心基本上要到这里来，你看这些反半，我们要画出各种各样的姿态啊，各种朝向，不要画成避免画成一模一样的，画出这些反半来。那这些反半都画了之后，现在基本上就画这么多反半，然后我们还是一样做刚刚我们画的那个示范，刚刚画的那个组合的示范一样。然后我这样仔细分解来画，大家才可以看得清楚。我也可以每一笔的这样子去画，你们就不知道从哪里画起。所以为什么我这朵花要这么画？先把这个反半画成正半。然后这样子去补充，一步步的这样子来，这就是为了你们想要学习的家人们能够知道这个，把这个框架先框出来，然后再去画，这样子更好理解一点，特别是初学者啊。好，这些反半都画了之后，我们去补充它里面的正半啊，补充正半，我们的颜色可以再深一点点。补充正半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刚刚我们画组合的时候都有补过哈，补充正半的时候，我们就从这个缺口最深的地方慢慢去补啊。哇，这个笔上有点干了，已经有一点干，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要加水了。有点干，我们要加点水了。哇，已经画不动了，有点干。好，有点干，我们加点水啊。补充一点水进来，补充了水之后，我们要补充一点颜色。好，把这些根部的地方直接用这个最深的颜色补一下。好，把这些正半都补上啊。正半补的大小，我们现在直接这样去补，然后到后面我们还会去调整啊，后面到最后我们还会去调整的。调整整个花的形态、姿态。最根部我们直接用最深的，笔尖要不停的补充这个颜色啊，好，我们这边直接来一个这样子的花瓣，根部用最深的。
好，这里有一个大的反半，我们一个正一个反，我们在这里补充一个正半。补的时候我们可以一笔一笔的这样子去点它，也可以直接一笔划过来，也可以这样子包起来，直接这样包起来也可以啊。好，我们这边补了啊，这边补了，然后我们再补这一边。一样的，笔上要多调一点颜色，补充多一点颜色，因为我们现在画的是2桥深色的部分，深色的部分我们颜色一定要深哦，颜色一定要深。我们现在是继续是反半都画出来，我们继续从这个反半里面补充正半。怎么补？我们刚刚已经给大家示范够了啊，已经给大家示范够了。我现在你们就看我怎么去补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继续补充这个正半啊。补充这个正半。补了之后，我们要看一下整个花的这个外形。我们要慢慢补完之后，先开始就是大胆的去画，大胆的去补。补完之后，我们就要看外形，再慢慢去调整整个花的一个姿态。好，这边我们直接这样子点它哈，点一个大的花瓣。好，有一点点干，稍微有一点点干，我们笔上又要开始要加水了，笔上又要开始要加水了，加一点点水分。好，加了水分之后，我们继续调色，继续补充颜色。我们看一下哪里还需要补充这个花瓣。我们这个缺口这里再补充一点花瓣啊。好，这个花瓣我们不要补得太长了，不要把它补太长，让这个缺口就在这儿，就让这个缺口就留在这儿。然后看一下这个花型，把后面的这个大花瓣我们先把它画了，画了之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花型。
这里来补一个，让它成一个花瓣，不要让它成一个反瓣。如果要成一个反瓣，那这边还要加一个正瓣，这里加了一笔，它就是一个正面的花瓣了。这个缺口我们就让它留着，因为我想把这个缺口留下来，所以我就在这边加一个花瓣。好，我们现在再看一下这个整个花的形状啊，看一下哪里需要调整。看一下哪里需要调整，把这个中间需要这个缺口需要补的，再补一下。好，我们这边下面再来一些花瓣，下面这个花瓣我们就不要用深色，我们用浅色的，我们另外调一个颜色，后面还会有一些这个花瓣，它用另外一个颜色，用另外一个底色，调更深一点的底色。我们另外拿一个小碟子啊，另外拿一个小碟子，然后我们调的时候我们用一张纸垫着一下，避免把我们的这个画面弄脏了。我们这个底色里面再加一点胭脂进来，把这个胭脂弄一点进来。我们今天这朵花用的底色是太白加3绿，最后的底色里面加了还加了一点胭脂，然后用的是牡丹红、曙红、胭脂，然后再加一点3绿哈，这个太紫了，我们再加点3绿。我们要调的这个颜色有一点灰灰的这种感觉，把这个颜色调的太灰灰的感觉。好，加一点3绿，加一点胭脂，把它调成这种灰灰的这种感觉，看到没有？这种比较灰的这种感觉，大胆的去调，大胆的去调，不要怕这个颜色太灰了啊！不要怕这个颜色太灰了，大胆的去调，调成这种灰灰的这种感觉啊，调成这种灰灰的感觉。好，调好之后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，这种灰灰的底色一样的，然后一样的调色。我们现在还是加几个浅色的，不要深色的了。我们深色这个花瓣已经很够了，已经够多了。我们再用这个深色的，还是一样的调一点点颜色，不要调太多了。把这个牡丹红还是均匀的调一层，因为现在画的是大花瓣，颜色可以调到笔的2/3的地方了，因为现在底下画的都是大花瓣。颜色慢慢的往上晕啊，慢慢的往上调，调一点点曙红。最后这个花瓣曙红调不调都可以的啊，看你自己。不调曙红少了一个颜色也是没有问题的。好，我们这里先来一个反瓣吧。可以拉长一点点，补充颜色，补充颜色。这里我们要来一个大的花瓣，
这里要来一个大花瓣，一些小花瓣的层次。这个层次我们待会儿再看啊。笔尖要有一点深色，笔尖要带一点深色。看一下这个大花瓣在哪个位置。这个大花瓣我们笔上的颜色一定要饱满，一定要饱满。好，这就可以这样子去点它。点出一个大的花瓣，然后根部我们再加一点。根部稍微的加深一点点。这里来了一个大花瓣，我们再看一下这一朵花，再看一下这一朵花哪里需要有花瓣。最后就是一个最终调整这个花形状的时候，这个地方还可以加一些小的花瓣。看一下哪里需要加花瓣。来这边，把这里再加一层，但这个花瓣我们避免太圆了，不要太圆，我们就这样子去点它，这样去点它。不要让它整个花瓣显得太圆，可以画完之后回一下笔，表示这个花瓣的一个褶皱。上面也是一样，可以回一下笔。好，这个笔上已经干了，干了我们加一点底色，笔肚里面加一点底色。好，继续调一点颜色，加完底色之后，继续补充一点颜色。继续补充一点颜色，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一朵花，还有没有哪里需要加花瓣的？还有没有哪里需要加花瓣的？这里加一个。这样子来一个吧。好，这里来一个这样子的花瓣，加宽一点。到最后就是调整这个花瓣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形状的时候，这个根部我们还是加一点深色的。好，这朵花的这个形状大概我们就画成这样子就好了。然后我们把这个花的中心部分补上。花心的地方用这个胭脂，用最深的胭脂，用最深的胭脂。
今天这朵主花我们就这样子哈，今天这一朵二乔，那么我们下面还要画一朵，本身我们要先画了叶子之后，把另外一朵画在叶子的后面，藏在叶子的后面。但是我们先画花吧，还是先把花都画了吧，我们这上面画一朵，我们姿态不一样的，我找了一朵真花做一个样板，做一个这个写生的样板。这是一朵半开的，我们画这一朵半开的。好，我们再画一朵半开的小花苞在这个地方。我们还是用一样的颜色啊，还是用同一种颜色，就是先调这个笔上还是有底色的啊，有一点底色，调这个牡丹红，把牡丹红均匀调一层在笔的1/2，然后再调一点这个曙红，开始画。这一朵花苞我们可以画一种颜色的就可以了，不需要画太多颜色啊，就画一种颜色。好，我们包起来的这个花苞，好，这个让它包起来。好，这里加一笔，然后这里继续让它包起来，往上包。画一个半开的这个花苞，然后好，继续来包，一层一层的啊，一层一层的，但是一定要有大小，不要都画成一样的，要有这个大小的这种层次感来。我们让这个花苞这样子包起来。好，这个花瓣要有这个变化。这个包起来的我们可以多一些层次啊，层次里面还有层次。让它这个层次显得特别丰富。小的层次里面有大的层次，大的层次里面有小的层次。花瓣要注意要有大有小，有变化，笔尖要不停的补充这个颜色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外围。你看这还不好画来，这样子包过来。这些往下包的，它这个就特别小，这个侧瓣特别侧面的，特别窄。我们要让它有这种变化，一种宽一点的，窄一点的。还有包出来的。还是一样，我们把所有的反瓣都画出来，然后我们再去补充这个正瓣。所有的这个反瓣包起来的，先都把它画出来，这样子大家才更加思路才更加清晰。好，外面
掉出来一个。好，这下面再来包一个小的层次。好，就反半我们就上面再来一些啊，继续包下来。好，颜色没有调匀哈，一定要把这个颜色调匀。颜色没有调匀，你一笔，只有哪怕一笔没有调匀，它都能看得出来。好，有一些小小的这种细节，反半里面还有反半，这种小小的这种细节，我们都要把它表达出来，让它层次显得这个包起来的，让它显得层次特别的丰富。好，我们再来补充它的正半。补充它的正半的时候，我们一样的啊，跟这个一样的，把它颜色调深，让它尽量深。好，我们笔上现在不用加底色，我们加水。那我们把颜色调的饱满一点，多调一点颜色，然后来补充里面的这个正半。补充这个里面的正半。好，继续。这个小小的细节，那么这么多这个小的，我们可以来一个大的啊。当然，我们这个花瓣尽量不要太过于圆了。继续补充颜色。继续画这个，把这个正半这上面这一个花瓣，好，这样子来一个。好，继续添加颜色，继续加颜色，继续补。
这个是一个包起来的，还没有完全盛开的。好，这边这一个。我们先把这些所有的这个看得到反斑的地方，我们先补了，最后我们再看一下它的形态，它的姿态。最后我们再看一下它的姿态，这里来深一点。姿态不完美的，我们还可以继续加一下。这个笔上没有水分了，太干了，画的你看一下，像这样子就太干了，我们加点水，笔上加点水。这里加一个，加一些小的细节。好，我们这一朵我们基本上就这样子就可以了。也回一下笔，有些地方我们也可以回一下笔，表示这个花瓣的一个褶皱。这个是一个半开的，含苞待放的，这两朵配合在一起，是不是很好看？